你敢相信吗？《一拳超人》原作版147话更新了，这一话介绍了众多 S 级英雄的行踪，性感囚犯打败龙杰，赫尔之轻松，警犬侠又出场，僵尸男的实力提升极为恐怖，基诺斯都为之震惊。我是一视频开始之前求点赞关注，拜托了，这对我真的非常的重要。数百个机器人就这样出现在了性感囚犯的面前，性感囚犯的背后都是囚犯的小弟们，所以性感囚犯不能退缩，圣天使光环。性感囚犯手掌迅速伸出，仿佛千手观音一般，挡下了数百个机器人的激光攻击。性感囚犯说着，幸好跟雷电战斗过后，又好好考虑怎么保护同伴。各位，由我来挡住机器人的激光，你们就跟在我的屁股后面一起前进。性感囚犯心里想着，虽然早早出动了性感刑务伙伴，但是这个情况对于缺乏实战经验的他们负担太重了。他们还在成长中，可不能让他们的未来被剥夺了。现在最优先的是让所有人活下来。性感囚犯实力全开，暗黑天使突袭，沉重天使压顶，震动天使拥抱，疯狂天使踩踏。囚犯的小弟们很是震惊，这是跟龙级差不多的灾害了吧？本来想背刺他，看来没什么机会了。那群机器人必须加大火力才行。机器人被解决了大半，机神出现了。这个机神头部仿佛是一个病毒一样，虽然是 S 级的最弱，但是还是有改造的价值。性感囚犯大叫着：“甜心们后退一点！”机神发动了攻击，身上仿佛布条一样的东西，攻击距离很长，瞬间切断了大楼。我是机神史莱姆，先把所有人的头颅砍飞，身体也切成块。从今以后，优秀的人类都要作为改造士兵，好好利用。先告诉你们，跟我战斗很容易误判距离。我的切割射程是714米。刹那间，性感囚犯一拳打过来，直接打爆了史莱姆。性感囚犯想着，看来是我紧急生长出的天使浓密毛发铠甲提升了斩击能力，才有办法轻松搞定。战斗时间拉长就完蛋了，这种级别的敌人都加入战斗了吗？囚犯的甜心们在议论纷纷，真是不得了的判断力，一边流血一边保护着我们，害我一瞬间都把他当成是正经英雄了。厉害是厉害，他刚才是不是说了紧急生长出的体毛？看来我要找机会赶快逃离这个怪物。体毛进化的性感囚犯打那些杂鱼机器人更加的碾压了，警犬侠露面轻松秒杀了机器人，仿佛攻击形态有点像人了。诸神一口一个机器人，邦古也下山了。S 级英雄的反击开始了。僵尸男这边已经被打得不成人形，僵尸男回收完毕。回收僵尸男的是机神艾格。机神艾格说着：“这家伙也算 S 级，真是垃圾，根本用不着警戒。”僵尸男表示：“你也是机器人军团的吗？”艾格大叫着：“别把我跟那些用完就丢的步兵机器人混为一谈，那些只是道具，而我们是特别的存在。”僵尸男再次提问：“有多特别？”艾格表示，我们机神系列是为了排除会妨碍计划的因素而存在。另一个任务则是收集战斗资源和用于改造的士兵素材。僵尸男有些气愤，改造士兵，搞机械还不够，你们还想把人类搞成道具吗？艾格很有耐心的解释，总之就是没收你们的意识，到时候什么烦恼都没有了，简直就是天堂。而你作为素材会享受 VIP 待遇，在组织总部的工厂接受改造手术。僵尸男说着，只要不再受苦的话，我倒是很期待。僵尸男被机神带走了，在角落，基诺斯博士观察着这一切。基诺斯有点冷汗直冒。僵尸男，我就说不能出动，怎么讲都不听。万一又出现跟实战测试一样的症状，你本身就有可能变成灾害。到时候我会毫不犹豫地引爆你脑袋里面的炸弹，别怪我。僵尸男先前在这里是跟阿修罗独角仙战斗的，如今僵尸男强大到什么地步，无人知晓。童弟这边在空中飞行，背着小飞机，飞行途中撒下了无数机械小鸡一样的机器人，将地面步行机器人打烂。童弟的同伴来联系，这个小学生叫做基玛，使用了紧急联系装置。永军，你偷偷访问了大家在补习班制作的资料库，对吧？为了防止第三者的滥用，访问前一定要向管理者发送确认。对于忙着战斗的 S 级英雄来说，可能有些繁琐。让我这个神经质的人来当管理人的可是永军你呀！你连清除记录都没有做，想必情况很严重吧？然而规则就是规则，这个规则还是你定的。又有3名小学生联系了童弟，这些都是补习班的成员。补习班是由天生拥有高智商儿童的团体组成的，他们都在寻求能以相同立场对等交流的对象。因此，这些意气相投的天才小学生们便开始以定期报告近况和交换意见等等理由一起玩乐。他们还是在世界上最多人游玩的开放世界游戏方舟中最顶尖的集团。实际上，他们的团队正以政治的角度游玩方舟，同时监控并管理游戏内的世界环境，当做实验，为的就是总有一天在现实世界中落实这个乌托邦模型。这些小学生其实想要帮助童弟，童弟当然拒绝，这可不是游戏世界。这些小学生说着，我们不单单是好奇，我们看你很痛苦，就像我们互相认识以前那样，有什么就说出来。我们至今为止不是也分享了很多不能对大人说的事情吗？我们不是朋友吗？童弟说着，既然我们是朋友，那我更不能将你们卷入进来。英雄活动没有办法保全你们的性命，跟游戏攻略不一样。
但是这些小学生不听，我们才不管，跟敌人一样。我已经制造了大量的友军机器人，我会根据地利派他们去战场的。另外一个小学生说着，我考虑空袭，先把电磁脉动冲击炮台装上气球试试吧。身穿黑衣的小学生说着，我想穿装甲。阿勇，你也在做大型装甲吧？我对我的这台很有自信。头戴头盔的小学生说着，我已经在暗网中找到了大量的订单，交易的都是那些机器人的强化钢板。根据 AI 的计算，只要经过17道手续，就能入侵敌人通讯司令总部了。童弟想象了跟大家一起战斗的样子，突然大叫着：“住手！你们不要多管闲事。”童弟冷静了一会儿，抱歉，我不该吼你们，但是我最近太累了，就连要信任他人都有很大的负担，甚至我觉得自己单独行动比较好，所以对不起，我知道你们有多优秀，但是我还是要说，请你们跟其他市民一样去避难所。说完，童弟挂了电话。杰诺斯这边已经摧毁了研究所，金属骑士并不在这里，还剩2个研究所。杰诺斯近乎疯狂，杀戮起来不择手段，仿佛就要失控一般。以上就是一拳超人原作版147话的所有内容。我是易，喜欢一拳超人的内容，记得关注我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